好，我们现在要来特别关心到是这一场战事，现在在白宫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我们先来看到副总统范斯被曝他是不愿意卷入这一场长期的战争当中的，所以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跟川普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此刻呢，有一个人认为说，美国你应该要赶快宣布胜利，在这个时候找个借口，赶快下车吧。他主张的就是要降低冲突的高官，就是美国的 AI 沙皇萨克斯了。好，除了萨克斯这一次公开来成为这个美国内部高层高官第一个出来呼吁赶快结束战争的之外，我们要来看到 CNN 也说了，他们认为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川普是很难宣告胜利的，原因有非常多。我们先来看到其中几个。他说，荷姆兹海峡的危机一直在发酵，你美军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而且你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伊朗的政权也没有崩溃啊，而且核问题到现在还是持续的，伊朗国内也没有掀起所谓的革命或者是内乱，国民的民族意识反而变得更团结。再来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了，现在明显的两个人的战略目标已经不一样了。美国再来就是国内的政治压力不断的升高，尤其美国民众现在也都是反战的，因为他们认为通膨跟伤亡对美国非常的不利。赶快来看英国智库怎么说。他说，美国目前的战略正在重蹈覆辙当年1990到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之后的伊拉克路线，即使在军事上面是落败的，经济也受挫，但是原本的政权到现在经过重组，仍然他们是可以继续稳坐统治地位的，并不会受到影响。金融时报是这样说的：美军在伊朗的冲突当中，短短时间内消耗掉了数年份的关键军事库存，美国的海军未来几年都会感受到这一次消耗带来的后遗症，尤其是战斧巡弋飞弹是目前为止消耗最严重的一款武器。以色列的方面也亮起了红灯，拦截飞弹库存已经降到了极低的水准，美国跟以色列都可能面临的是弹药的压力。来自于前 CIA 资深分析师，他就做了一个很严重的示警，他说如果战争再持续，对以色列不利，以色列可能会动用他的核武器。等一下我们也要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关注以色列会不会最终真的动了核武器。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这个美国的 AI 白宫沙皇，他提出来对于川普的这个退场机制，川普现在目前的胜算是不是一直在降低当中？杨老师怎么看？你知道从战争到现在媒体的报道在白宫里面有3股力量，一个就是这个 AI 沙皇萨克斯甚至他的白宫幕僚长以及副总统范斯其实是反对这场战争继续再打下去。另外一个呢是几个参议员，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播客其实是强力支持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还有一个就是 MAGA 的这个代表，那比较模糊。这里显现什么？川普自己犹豫不决，他其实让这些人不断的在对外的讲话。这个白宫沙皇萨克斯，他是在一个这个 podcast 里面谈到的，后来财新杂志 Fortune 把它给登出来。他觉得现在这个战争这个关键点，因为已经开始在派海军陆战队，会不会接下来会战争扩大变地面战争，或者是继续的轰炸？那他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3个发展第一个是双方可能都会相互的攻击石油设施，这个时候荷姆兹海峡已经不重要了。第二个是整个波斯湾地区的海水淡化设备可能会被攻击，这个会造成波斯湾海湾国家大概大多数国家5成到7成它的饮用水都是海水淡化设施。第3个呢，他就担心刚刚提到的以色列可能最后会使用核武，所以他就希望赶快趁好就收，这个时候你就宣布胜利，你就停止攻击，然后呢，伊朗他可能会再表态一下，进入到一个冷和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代表萨克斯、万斯他们现在所希望能够这样子的一个走向。看起来，伊朗也就是说，川普还没有决定，因为他会让这些言论不断的在外面去在谈，而且媒体会在报道。否则的话，川普应该自己很清楚他自己的方向的。然后呢，他也没有去制止这些言论的这种竞争、相互的这个表态，所以显现出这个战争其实一直还是不断的在随着一些因素在变化。那我是觉得也的的确确，他这些变化可能自己本身要了解到，
它的变化不是你自己掌控，因为可能伊朗也会反应，伊朗也会回击，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一个飞弹万一这个掉落的打得不准，打到了这个比如说能源设施，巴林的，那这个就相互还击，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得比较就是难以预测。所以这个战争现在的发展，你看到从战场上到白宫啊，都是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种竞合的主张。好，那如果我们以纯是军事武器来做评估，吕舰长又怎么看？现在美以的弹药库越来越紧张，似乎是告急了。那也是为什么川普施压，希望更多国家加入嘛？韩国总统李在明已经说了，他无能为力。什么无能为力？也就是他境内的萨德跟爱国者已经部分的被拉到那个中东战场去了。那到底有这么需要这些装备呢？那因为我们现在都很难找到这一个有关于特拉维夫啊、耶路撒冷啊或者海法的这一些照片，但是想尽办法还是要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特拉维夫的照片啊，整个街景其实是非常残破的啊。那而且呢，处处失火。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办公大楼啊，因为这一些无人机或者是弹道飞弹打的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呢？因为就是刚刚有明老师特别提到的有关于叙事的部分。那这一个以色列要尽可能压迫，他们怎么压迫？他就是把路口监视器都拆了，然后他还把家户前面的防盗的这一些监视器，他也全部拆掉。那也就是因为他担心，因为现在这一些都是直接可以透过网络就可以看到内容的，所以大家都为了这样以色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不断的让大家知道说以色列现在的状况。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国内的冲突的话，以色列现在各大城市都有抗议啊。那而且以色列的无论是他的警察或者他的政报部队，都向这些人民投掷这种闪光弹啊。那到底这些弹药缺到什么地步？我们看另外一种做法，也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它对于石油的部分，它出不了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可是它其实有东西油管，它可以从红海这边出来。那它可以从红海出来，当然阿联酋也是如此。那现在这也就是红海变成重中之重了。如何证明？我们来看一下啊，最新的这一个密商科技，也就是中国大陆因为这一场战争现在越来越红的这一个商用卫星，我们就看到，其实为什么我们那个福特号它一直都在红海的北端？因为它就是在护航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北方的出口的这个港口。那另外呢，我们就看到说有关于这个他们派了迪利波里号去，迪利波里号呢要去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从现在最新的位置来看，它还在南海啊。从南海它跨过马六甲，它到印度洋，最少还有1个礼拜以上的时间。那所以这个是川普他其实这也是一种威慑，也就是我准备动用地面部队，可是未必真的会动用地面部队。但是我们从这种种的来看的话，其实美国的战局远远他打的这个恶劣的程度，远远超过当初川普的想象。那美国呢？美国会继续重蹈当初的波湾或伊拉克战争吗？委员又怎么看？或另外就是以色列会不会用核弹？战争有它自己的动力。有时候战争一启动，就不是你当事人那么轻松可以做决定的，因为它是一种战略博弈，双方面你出招我出招，然后你出招未必我预料到，我出招也未必你预料得到，所以在这种战略博弈里面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你 AI 撒谎讲什么，你 BI 撒谎讲什么，最后都是一粒的 BI 啦。好，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就你现在美国想撤，你怎么撤？简单讲。你现在撤就是等于把荷姆斯海峡交给他伊朗去控制嘛，所以你美国整个战略，整个几十年来的战略全部崩盘嘛。那跟伊拉克跟波斯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场战争。我不晓得这个英国智库怎么会把它混在一起啊？波斯湾战争是1990年产生的，什么意思？它是因为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所以美国去保卫科威特，那是有高度的正当性，而且
整个战略规划了半年，规划半年的时候，战事非常的顺利，好，所以1年多就结束了。第二个，这个伊拉克战争是在2003年，几乎打了8年。为什么？他推翻海珊。问题是海珊推翻了以后，各种奇奇怪怪武力全跑出来了，包括伊斯兰，伊斯兰国都能跑出来了。是，所以这一场战争对美国来讲伤很大，而且他最早的是拿个洗衣粉，整天被嘲笑啊。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赢，至少他的战略目标推翻海珊，至少他这个可以交代了。但这一场啊，美国打伊朗，我就讲过，一开始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治，然后希望国防军可以来政变，但国防军不敢政变，或者你们联络国防军失败，啊，就跟那个普丁一开始攻打基辅一样的情形，但普丁能够赶快做战略转移，那结果川普没有战略转移的方案，因为他这个战略水平啊，美国的战略水平啊，白宫远输给克里姆林宫，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了哈。所以这个以色列会不会动样核选战？这最早提这个概念是郭正亮了。他说，如果伊朗打这个以色列的海水淡化厂，以色列可能会动用核弹。但我不晓得以色列有没有核弹，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如果有的话，以以色列纳坦雅胡这种疯狂的状况。